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要跟大家介绍如何将概念实现出来的方法。那相信很多人呢，心中都有一些构想，或是想要改造或 DIY 一些小东西。那他可能会找到说，有一个东西叫做 3D 列印它可以实现你的梦想。但在这个前提下呢，可能很多人是没有学过 3D 绘图，或是不知道怎么使用 3D 绘图的。所以导致说在概念要实体化的时候产生了一些困难。那这边呢就非常可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这里呢就分享了这个方法，大家可以来试试看哦。那怎么做呢？我们继续看下去。那一开始呢，你应该心中都会有一个构想，你想要怎么做嘛？那这时候呢，我们会拿纸跟笔，把我们的构想稍微画一下，像这样子，稍微的画出来。我们的构想是什么？再来呢，我们就会透过 3D 绘图。好，那我这边呢来示范一下。好，那我就把需要的指令放进去，看一下我需要什么。好，这个，好的，那放完之后呢，记得把这边封口给它封紧这样子指令才不会跑掉。每一步都要做正确，这样子才能够实现我们的梦想。好，那再来呢，就摇一摇，就完成了。那连袋子都符合我们的需求直接跟我们的概念一样。那 3D 绘图呢，种类是非常多的，而且也都大同小异。这里呢，我会推荐使用 SolidWorks。那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它的界面还有使用上呢，会比较简单一点，比较容易上手以外呢，它很多功能其实跟微软的文件是一样的，所以你使用上会觉得没有那么的陌生。还有呢，它是附多国语言的，所以你可以使用你需要的那个语言，那你在使用上呢会比较容易一点。另外，它还会附学习单元或是说明，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你不太会，它那边都有一个问号，你把它点进去，或是有学习单元里面呢，你要自学或是要学习的话，都非常的容易。好，那边都有很多导引。那这样子呢，对于你刚使用还没有用过 3D 绘图的话，这样子是还蛮亲民的。你会觉得说，它好像都在引导你，让你学会。所以这边呢，我会推荐使用 SolidWorks。那后面呢，我会介绍教学。那这边呢，你可能就选择你需要的单元去观看。那这样子会对你会比较有帮助。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咯。在开始软体教学之前呢，我先来介绍一下软体的界面。一开始呢，我们从档案这边开启新档的时候，会有3个界面：零件、组合件以及工程图。那我们入门篇主要是以零件为主，点选之后按确定，直接进入这个画面。那进来之后呢，左边会有3个基准面，那我们呢会从这3个基准面来做草图的绘制，然后再进行下一个动作。那草图呢会是我们用到最多的，从这边来看。以及特征。那草图用到最多呢，后续有讲到的时候，我会再来详细的说明。以及上方列可能在这边局部放大，我们可能会用到。以及视角方向，我们可能要变更它的位置来看它的方位，这边也会比较常用到。以及显示的模式可能要让它透明啊，或是边线消失等等的。那这边就留给大家去尝试了。那除了指令以外呢，其他的功能都跟 Windows 文件是相似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储存啊、恢复等等的这些，那就留给大家去感觉了。在开始学习 3D 绘图软体之前呢，如果你是从来都没有使用过的话，那我会建议你照着我的步骤来观看这些概念，那可能会对你比较有帮助。那你如果已经学过或是已经都学会的话，你可以跳着看自己喜欢的单元，这样子对你可能会比较好一点。好，那我们就直接来开始了。那从草图上面呢，会有一个草图的指令。那一般呢，
我们点选完之后，它会要你选择一个基准面，你要先选基准面也可以，要先选草图也可以。那我这边因为示范的话，我会先点选草图，点完之后，它会要你选一个基准面，那我就选前视这个基准面。那点完之后，它会直接正视于这个基准面，就等于是它是一张纸。好，我们就想象我们在画图纸一样。那这里呢，我就先从直线开始介绍。直线呢，它就是两点形成一条线，你可以是水平的、垂直的，也可以是斜的，都没有问题的。那这边呢，我先介绍一下标尺寸。那这边呢是智慧尺寸，这个就是比较常用的，我就建议用这一个。它就会直接你点选这条线呢，它就会显示说现在它的尺寸是多少，你可能需要给它一个长度，可能是我先假设是20好了，就给它标上尺寸。这是我们一般在做草图的时候比较常做的一个部分。那尺寸这部分呢，就留给大家去尝试了，直接一一的去标它。那我先再继续介绍后面的。再来呢是矩形的部分。那矩形呢，我会介绍2种，那其他的留给各位尝试。第一个呢，它是角落矩形。角落矩形它就是这样拉，把它矩形给拉出来。那第二个呢是中心矩形，从这边选择三角形打开就可以选了。中心矩形呢，就是从中间这样扩散开来。那一般呢，这个会用在我们在使用刚进入的时候，草图都会有一个圆点，我们会习惯从这个圆点这样画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后续我们会有组合键，组合键的话，这样在组合上会比较方便一点。那我们在入门篇呢是不会介绍到组合键的。那我还是建议各位呢，把这样的习惯呢先建立起来。后续你如果想要导入组合键或是学习组合键的时候呢，你会比较轻松一点。像这样子，那你也可以让它把它尺寸标上去，一样我给它20。那再来呢，就是直辖槽顾名思义就是椭圆孔、长圆孔。那这边呢，你直接点选它，它就跟画直线是一样的直接这样拉。你要拉直的、水平的、斜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再来是圆，那圆这部分呢有2个，一个是圆，直接点选，它就可以画出一个圆。另外一个呢是3点定圆，意思就是点3点形成一个圆。这样子呢，各位去尝试一下。接下来呢是画圆弧，圆弧的话，一样是点选之后呢，会把弧形给拉出来。这边也是蛮容易的。那这边呢有一个3点定弧，我们可能也会蛮常用的。它其实跟3点定圆很像，点了3点，把这个圆弧给画出来。那这边呢，我来介绍一下标尺寸，就是智慧尺寸这边。那这里圆呢，我们所标示出来呢，是 y， 你可以给它一个尺寸，我假设是15。那在圆弧方面呢，它会标示成半径那这边就要注意一下它的尺寸了。那假设它也是15的话，那它的半径就是 7.5。以此类推，让各位去尝试。那这部分呢，因为草图的话，各位还是需要去练习它的因为你可能自己操作的话，你才会比较清楚指令该怎么去使用。那我这边就只是示范而已。再来是多边形。多边形的话，你可以选择说你要几边形，5边形、6边形、8边形、10边形，甚至3边形都没有问题的。就会画成三角形嘛。这里有预览，我就直接是以6边形来做示范，直接画出来。那画完之后，有人可能想说，我这个底部呢，我想要让它水平，这要怎么做呢？你可以点选这条边线，这边就有一个限制条件，你直接按水平放置，它就变成水平了。那一样，你可以去让它标尺寸，你可以标里面的圆，或是外径。假设我让它标这个边外的边线好了，是30。外部的边线。好，那这边呢，它有一个圆是中心线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其实它的意思呢，就是几何建构线。那几何建构线呢，就是在我们后续在用特征的时候，它是不会把它当成是轮廓的，所以
你画再多的几何建构线都不会影响后续你在做特征方面的像这个矩形也有像这里也有。那你在直线里面其实也有一个中心线，这个意思呢其实跟几何建构线是一样的，你也可以这样去画，或者是你点选你的草图的边线，这边把几何建构线给打勾，它一样可以变成这样子，像圆也是可以的，只要是草图你去按它都是可以让它变成几何建构线的，除了这个长圆孔、椭圆孔以外，好，那看一下这个，好，圆弧也是可以的。那接下来的指令呢，有一个不规则曲线，那这边呢就不太适合入门篇，我就这边就不探讨。再来是椭圆，椭圆的话，一样你去点选它，去试一下它的指令该怎么画。它会要你这样点选，好，这样子画出来。好，一样你也可以画斜的，也没有问题，垂直的也没有问题。是很随性的，你想怎么画就怎么画。那记得，如果你需要尺寸的话，你就让它标示上去。再来是一个草图圆角，你点开之后有一个草图倒角，那我就以这一个来做示范，刚好它有一个尖角嘛。你按下去之后呢，它会跟你说，你的圆角要多大？那我就小一点，假设是1好了。那它会要你选择你的尖角，我就选择这2个。好，选完之后按打勾，它就变成圆弧了。那这边呢，你滚动你滚轮的滑鼠的滚轮，它可以放大与缩小。这样子呢，有时候你的草图太小了，你要大一点，就可以用滑鼠的滚轮来看它。好，那我们来试一下草图倒角。好，倒角的话，一样我给它1，点选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好，直接消掉一个角了。好，这样子让各位去尝试它。再来呢，我来介绍一个是文字。文字这边呢，有时候我们可能在特征上需要打一些文字，你的名字或是数字、英文等等的。那我先使用1、2、3来做示范。那这里呢，你可以去改变它的字形大小，让各位去尝试它。那我点选打勾，这里呢，你可以移动它。它可能已经被限制条件限制住了。好，那有些时候呢，我们会发现草图像这个，我想要移动它却没有办法移动的时候，有可能是限制条件被限制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把这个眼睛打开，这里有一个草图限制条件，你把它按下去，你就会看到这里有指令被限制住了。那我们点选这个的时候，它是这个亮起来嘛？那我们用滑鼠的左键按一下，把它 delete 掉。那基本上这样子呢，它就可以被移动出来了。有时候可能是这一种的，有时候可能是别的草图，你可能想要移动它，或是它可能会出现红色的，那就表示呢限制条件呢有问题，可能是重复了或是被限制住了。你就可以从眼睛这边把它打开。那有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你把它打开之后，这样看是蛮凌乱的。那我自己呢是会习惯把它隐藏起来那就看个人，有人喜欢直接看，有人喜欢隐藏，就看个人喜好了。好，那这边呢，草图的基本功能我大致上已经介绍完毕了。那还是呼吁各位呢要去做练习你自己练习过后呢，你才会清楚知道说指令该怎么使用。你可能会有一些问题，那就欢迎留言询问。那这边呢，我来后面会来介绍一下说这些草图呢是怎么运用在3D列印的物件上面。如果我们要自己设计的时候，我们到底是怎么做的？后面来看，我来介绍一下。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伸长填料与伸长除料这2个指令。那在这开始之前呢，我们会先把草图给画完，尺寸都标完了。那这里呢，你可以直接按结束草图，或者是在特征这边直接点选伸长填料。按完之后呢，它会进入下一个画面，这样子。那你可以画三角形、圆形、多边形、四方形，或者是你用直线把它连起来一个奇怪的形状，都没有问题的。只要你的草图是封闭的都是 OK 的。那这边呢，它会让你选择方向性嘛？方向性呢，一般我们是选
两侧对称哦。那其他指令你可以去尝试。那我们最常使用的是两侧对称。那这边呢，就是给它一个指令。这里呢，就是一个关键呢。我们现在是从平面变成立体的。好，那这边呢，我就给它一个指令，给它个尺寸。那它就会伸长填料，好，就变成一个立体的。所以我们刚刚已经从平面变成立体了，所以这部分呢，你已经有了一个如何绘制 3D 绘图的一个概念了。它就是这样来的，所有的一切呢都是从草图来的。好，那接下来呢，我来介绍一下伸长除料。那除料的部分呢，你一样要选择一个基准面，你一样可以从这3个基准面去选，也可以从你建立之后呢，你这个几何形状的平面去选哦，也没有问题的。我就示范给大家看，我就选这个面。好，进入草图之后呢，我就直接画一个圆，哦，画在中心。这个圆呢，我让它一个尺寸，给它一个尺寸。画完之后呢，我可以结束草图，也可以直接去按它，直接去按伸长除料哦，都 OK 的。直接除料的话，它一样会进入下一个画面。那一样这边呢，会建议说要画成封闭的，你可以是圆的、方的、多边形、三角形等等的，好，跟刚刚的伸长填料是一样的道理。那这里呢，它一样会给你一个方向性，你可以去选择完全贯穿，然后意思就是全部都贯穿过去，或者是贯穿至下一个面，这两个我们是会比较常用的，或者是说贯穿形成是某一个面，我们会去选，可能选这个面。那这里呢，大家可能会问说，我要怎么去旋转它？旋转它的话，你从你的滑鼠的滚轮中键给它按一下，然后你去移动，就可以让你的 3D 给它旋转了。好，然后这边就留给大家去尝试了。那这边呢，大家可能会询问说，那伸长填料除料会用到 3D 列印的时候会用在哪里呢？其实这里是用非常多的。那我等一下呢会来示范给大家看，会来介绍给大家看它是怎么去使用到的。好，接下来呢要介绍的是旋转填料与除料。那这边呢，前面各位都有学过草图了，那我这边就直接简化一点，直接进入草图这个画面。那这里呢，一般我会建议先画出中心线，它的规则就是我们的轮廓呢是沿着中心线做旋转，旋转之后呈现一个特征的。那这里呢，我会建议各位在草图绘制的时候呢，最好是要做成完全定义。为什么要完全定义呢？完全定义的意思就是它这里的边线都是黑色的。那这样子呢，我们的草图会比较稳定一点。如果你不是完全定义，就是意思是它还可以做移动的话，我们有时候会做很多的特征，很多伸长，很多除料等等的。你一不小心草图如果跑掉了，那影响会很多的。你可能整个 3D 会错误或是乱掉，那都对后续设计是比较不方便的。那会建议各位呢，在草图的时候要练习一下完全定义这个动作。好，这个习惯呢，建立起来后续会比较轻松一点。那做完草图之后呢，你可以直接点选旋转填料，或是结束草图再点选两个都没有问题的。那这里呢，在系统它会预设让你选择，如果你只有一条中心线的话，系统会直接帮你选。如果你有2条以上，你可能要自己选。有可能系统不知道你要选哪一条，那你从这里，它有一个旋转轴，你可以去点选，说我要这一个，或者是说我不要这一个，我要换另一个，这个，也可以。那这边呢，你可以去设定它的角度，预设是360度去做旋转的，你也可以旋转一半，这样子，没有问题的。改变方向，那这边就留给各位去尝试。那这边呢，我就先做个360度的，那我假设做这样子好了，旋转出来。那当然这也是可以是用伸长填料来做出来，你画一个圆做伸长的动作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因为3D 绘图这边呢，它
画法是非常多元的哦，并不一定说什么样的几何只能用什么样来做哦。有时候你可能会想出别人想不到的指令，那都没有关系哦，这是非常随性的哦，给各位随性去创作的。那这边呢，我再来介绍的是旋转除料。那一样哦，我在这边给它画一个中心线啊，一样给它一个轮廓。那我就因为要节省一点时间呢，我的尺寸会大概标一下而已哦。那各位呢，可能有一些尺寸的要求哦，就让各位去尝试哦，就大概做一个示范。那深长除料呢，跟深长填料的它们两个的规则呢，其实是一样的哦，一样是沿着一条中心线哦，旋转轴去做旋转哦。那我就直接来做除料这个动作了。那一样，它会选择这里啊，假设是这样子除料掉，那按打勾啊，直接看出来，好，它就把这个地方给旋转的除料了。那这边就是旋转填料，啊，那这边呢啊，剩下的比较细节哈，就得给各位去尝试了。接下来要介绍的是圆角与倒角。那为什么会有这两个指令呢？那这个呢，在3D 列印是非常常用到的，几乎是很多物件都会用到它的啊。为什么呢？我等一下后面会慢慢来讲解。那这里呢，一般尖角的话，我们都是可能会怕会去弄到手哦，会有尖锐的地方哦，所以我们用圆角的话呢，会让它修饰一点。那你就直接点选之后呢，它会要你选择边线。那这里呢，因为是入门篇哦，那我们就直接介绍单纯的圆角的大小就好。那我先给它一个5好了。你去选择边线，它就会直接预览出来，看是不是你要的。那如果太大了，你就给它再改小一点。那你可以选择多个边线，这样子去选。那假设说你要让这个面都是做圆角的话，我先把边线删掉，直接点选这个面，它一样可以做。或者是你全部都要的话，你就把全部的面都选起来。先假设是这样子。好，让他看一下，那他连这边呢都帮你做好了。如果你是整个都需要去做圆角的话，直接选面的话会比较轻松一点。当然有时候你可能只是要单纯某一条边线的话，你就选边就好了。那再来呢，我来介绍的是倒角。它倒角的话，其实跟圆角是一模一样的，只差别在于说它倒角的时候呢，你需要选的是它给它的一些尺寸是不一样的。你要给它一个距离我假设是3好了，以及角度。那角度呢，45度是最常用的。当然有时候你可能有特殊的要求你会去改变它的角度，这边就给各位去尝试了。那跟圆角是一样的，你一样也可以选择面它一样是整个帮你做你选3个面，它也是这样帮你做那这边呢就让大家去试这个功能了。那为什么会用倒角导入在3D 列印呢？后面影片会再跟大家说明。接下来呢要介绍近摄以及复制排列这两个在运用在3D 列印的时候是蛮方便的。那我先来介绍近摄。那近摄的话呢，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把你想要复制的东西给它近摄过去。那它会先要你选择一个基准面，那就是我们刚刚这边做的有基准面这里嘛。那你的近摄的特征呢，我们就选择这里。那你可以把几何复制跟完全预览打勾，你可以直接看到它是在这里预览出来的。那打勾之后呢，它就直接复制出来了。那有时候你也可以是用深长填料来做它，也可以用近摄来做它，都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呢，我要介绍的是直线复制排列。那它的意思呢，就是你要复制多个你想要复制的东西，它是以直线的方式把它复制出来。那这里呢，你可能先选这个方向1，然后呢，我先把特征给它选出来，它会预览出来给我看。这边呢，你可以去改变它的方向。那我假设是这样子。那假设如果是有方向2的话，那我这边呢，假设是
这样子示意一下。假设你有一个方向2是这样子那你也可以这样子把预览出来。那我这边呢是没有这个需求，就回到预设的1，那它就不会显示出来。那打勾之后呢，它就直接会帮我直线复制出来我想要的。好，那第3个呢也是蛮常用的，是一个环状复制排列。环状复制排列意思就是它是以圆弧状的形式呢复制你想要复制的东西出来你的特征。那这里呢，它会要你选择一个轴，旋转轴你可以选择这个地方。好，你可以从这个眼睛这边呢开启暂存轴。那暂存轴呢，我们就直接点选这里。好，那接下来呢它要你选择一个特征嘛。特征的话呢，我就选择这个我们画的这个东西。好，这样子呢就不会出现刚刚那种奇怪的现象你有可能会出现这样子，那就是代表说这些指令呢需要把它选择正确它才会是你想要的。那这边有时候你可能觉得说我不想要同等距，那这边你可以去改变说要以几度来去复制它或者是说你同等距里面呢，假设这里你是不想复制的，那你可以把跳过副本这边打开呢，它会显示这里，你把你不要的点掉，那它就不会复制了。好，假设我要的是这样子，打勾之后呢，它就会直接显示出来。好，那这3个是非常方便的。那怎么运用在 3D 列印？好，到底是怎么使用的？好，以上我介绍了这5种入门篇所使用的指令呢，如果你都熟悉的话，其实你已经可以非常活用在 3D 列印上面了。好，一般我们都想要做一点 DIY， 想要做一点改造的话，你已经可以自己一条龙来制作了。那这边呢，我来分享一下我用到这些基本的指令所做出来的东西。好，像这个电动起子，我给各位看一下特征数特征列，这边就是特征列。那所用到的呢全部都是最入门、最基本的伸长、旋转、除料、圆角环状复制都是我刚刚所介绍过的，他们都不用太过于复杂的指令都是简易的，都是入门的。所以呢，各位如果想要自己来尝试的话那我建议这5种呢，你可以先去练习试试看其实这样子的话，你已经可以导入 3D 列印去使用，去做自己的设计的。那各位有兴趣的呢，就去试试看吧那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询问的话，也欢迎到底下留言。好，再来我要介绍是这些 3D 绘图的画法要怎么导入 3D 列印呢？那我就大约的来讲解一下。好像是伸长填料除料呢，在这里就会用到。然后草图的矩形呢，这边也会用到。草图的圆呢，会用到类似这种的都会用到伸长。那像是环状复制呢，或是直线复制排列呢，像这里就是运用到环状复制我们各位看一下这个摇花就是这样做出来的以及简单的像这个草图里面文字都能做出来的，像这种色卡。那像圆角呢像这里就会有圆角这里圆角内部、外部、内部都有做圆角这个指令也会用到的。那旋转除料呢我打开给各位看一下因为里面它有一个大圆洞呢这里就是用到旋转除料。那外部呢有一些东西也是用旋转填料做出来的。那像倒角倒角的话，像这个石头这边就是用倒角做出来的。这个呢看起来好像没有那么的容易，其实呢它就只是用伸长填料加倒角这2个指令就可以做出来了。好，我现在介绍的都是入门篇的其实这一些已经足够你运用在 3D 列印上面了。好，像这个电动起子呢，它就是用填料除料旋转
以及圆角主要是这几种就可以做出来了。那这边呢看起来是并不会那么困难呢。那我还是建议各位呢，在3D 绘图上面呢，还是要去多做练习。这样子呢，你如果遇到问题你可能会比较清楚说，我要怎么去修改它。那这里呢，如果你还有相关的问题的话，欢迎到底下留言哦。还有多边形呢可以用在这种螺柱上面。那至于上面可能会有一些螺纹呢就不在入门篇里面，我们就不另外探讨。那这边呢是不是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呢？其实用这些基本的入门篇的指令呢，已经足够你运用在3D 列印把你的构想实现出来的一个方法了。那这边呢，如果你在使用上你有任何问题的话，都欢迎到底下留言询问哦。那我们就期待下次的教学吧，拜拜。